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我买了几支普罗森不同的料，那我想说每一支测试，大概把它拍摄一下影片。那最近因为要过节了啦齁，所以我第一支想说就先测这一支吧，这一支料。那它本来原意好像是要给圣诞节使用的啦，不过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可能新年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我就印了这个，那我想说，它的原意呢，应该是要让你去印小型的装饰品，这些都是小型的装饰品。那像这个，都是小型的装饰品。还有这个，那它强调的是膨胀啦，强调是说你加热可以膨胀。不过我看中它的要点，反而是说它的颜色跟它没有加热膨胀的状况。因为我想说，如果说它加热可以膨胀的话，那表示它本身它的密度是比较高的。那密度比较高的话，那会变成什么状况？因为我看它有点柔软度，所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安全的饰品。安全的饰品，像这个的话，你可以做一个等于是很简单的钥匙圈。那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做橡皮擦啦，因为它这种柔软度我在想说，这种能不能拿来当橡皮擦，这样直接，你可以自己印一个橡皮擦，就直接这样擦。我不确定啦，嘿。当然啦，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的话，我可以拿来印一些没有的配件，像这一支啊，这一支各位如果知道的话，应该就是它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字。那这是我用 Blender 去拉的啦，我用 Blender 去创造它的字形。如果说你各位有去看的话，你就说这一盒模型里面它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字。嘿，那网络上的话呢，你随便只要打这一盒叫捷欧莱玛，它就会。你就会出现看有一集的封面，就是在后面就是摆了这个字。那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机器人，因为我觉得它的设计就是按照汉字去设计的。所以有人说什么什么几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是什么粪作啊什么的啊。可是如果真的是粪作的话，不会到现在人家还会记得它吧？这是很早期。少数就是完全以汉字做设计的机器人就对了。那这一支就是天之捷欧莱玛，那它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文字。好当然它文字还有两种哦。这个是封面的，就是这个封面。你如果在网络上，你应该会看到会有这样的封面。然后呢，另外这个字是游戏的。你如果有看过它游戏的话，它其实后面它招式里面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天这样的文字出现当然啦，每次在很久之前的有一盒好像有附这个字，可是那个东西如果你去看的话，就是因为是塑胶射出的关系，所以说它的变得很大，然后呢你会觉得说会喧宾夺主。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使用 3D 列印的时候，我们变成说我们可以去调整它大小，另外的话是厚薄度可以去满足我们的需求。对这个就是我就是想要试试看拿这个来印，你看它反而是好像是软的，所以你说它会断吗？其实这样反而是比较好的。当然我只是先测试一下我想说到时候要怎么把它摆成背景。大概就这样子。再来就是说呢，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塑胶射出跟 3D 列印比起来的话，有哪些差别？另外一个差别呢，就是这个鞋子、裙子、衣服。当然这是测试来做给这个的啦。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比例不大对很简单，因为我最近才拿到 3D 扫描器，所以我现在只是测试说它到底能够印多薄。各位如果去看过有一集售屋的介绍影片的话，他会跟你说其实整合模型里面，就是为什么以前的一些
这种女性的这种模型啊，它为什么几乎没有裙子？因为裙子是里面射出件是最贵的。你塑胶射出，如果说你要做一片完整的裙子，有一集兽物它就是直接拿一盒裙子跟一盒很大只的怪兽，然后再跟你做比较，然后他跟你说做这一盒做那一片裙子，它的成本相当于那一整盒的机械兽。对啊，再来是厚度的问题。你看我这片裙子，我可以印到这么薄，啊，这个衣服更不用讲了。你看啊，但我还在测试到底这支料它到底能够接受的厚度到底是多少啦。不过我相信，你看这种状况应该已经超级薄了吧？它薄到还可以维持造型呢。虽然我这个还没拆件，可是你看这样它已经可以维持造型了。啊，这个帽子也是啊，这个帽子，这个是椰蛋帽啦齁。这椰蛋帽，你看软成这样，当然这个本来是要做给这个用的小帽子，因为这个就是整套的那个椰蛋女郎装，只是说我是在测试啊，因为我主要是要测试说这支料它到底能够印多薄，然后还能够维持造型。那这个就是塑胶射出做不到的东西了。那你 3D 列印反而可以做到，所以这支料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你去体现说什么东西是 3D 列印做得到，什么东西是塑胶射出做不到的部分。但未来也有可能塑胶射出可以做到，只是说它的模具成本可能会非常非常高。以厂商来讲是不划算，所以我们变成说用列印的方式，我们就变得很合算了。像这裙子就是了啊，这衣服也是啊，这鞋子啊。你看这鞋子还可以直接一体成型。那你人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穿鞋啦。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想说，厂商也是在尝试新的料件啦。那也不知道使用者大概会怎么用啦。只是说我看到的话，我不会对，我对这个颜色还有他们的那个，柔软度比较有兴趣。加热的话，我觉得反而是还好啦。当然，等一下我们就会开始去测试说它加热会产生什么变化。对，那我一开始就有问过他们的客服了，说这支料有什么要注意。他是跟我说，如果说你印太薄的话，那你加热会卷曲变形。当然我想也是啊，因为它就是部分会膨胀。等一下就开始进行我们的下一步的测试。Hello， 大家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行加热测试。那这个我先讲一下哈，这个热风枪其实我不是看普罗森的网站去买的啦，我本来就会去使用这样的东西。那其中一个东西可以介绍给各位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它有什么样其他的作用，像这个啊，你看这种有贴胶带对不对？其实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用热风枪去处理。然后你看啊，胶带就起来了，简单吧？当然这是其中一个用途啦。那我不是因为这支料我才特地去买这一支的，我主要是要跟各位讲解这个。好，那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测试吧。先来，等一下啊，因为它官方的测试影片呢，我觉得都是。因为现在都流行短影片啦，所以都那种加速的。然后我们实际就是要测这种，
这个是我印失败的、啊。最后这支料的一些参数，我会写在结论那边给各位当参考。你看，这是失败，这是成功的。我们现在刷成功的试试看。的确，如果说你要做一些视频的话，大概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在测这个。好，然后再来就是它官方给的。哈哈，这好像就是他影片中的那个样品的那个样子，不然会脱一层皮耶。还是因为我没有清洗的太干净。那蛮特别的、啊。好，接下来就是翻失败这些比较薄的。真的像他们讲的，如果太薄的，你如果加热之后，就一定有可能会变形。不过这很正常，因为它有些地方就是膨胀嘛。先把它加热看看。如果是像这种很薄的这个不知道怎样。哦，你看整个膨胀起来喽。啊，我懂了，因为它变形，所以它会脱一层类似的皮出来啊。然后最后这个可能要把它磨掉。好啊，这就是它加热处理。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说要一下小视频的话，可能大家这样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吧？这样就可以了，也不用上什么颜色啊。的确是蛮有应节气氛的。好啊，接下来就进行上色测试。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进行涂装的测试。那我有先准备了2个，这个是使用消基漆直接喷，那这是上过底漆之后再喷消基漆。那我现在要测试的是水性漆。水性漆的话，我就是拿这个。那其实也蛮简单的就大概沾一下就好了。那我们测试就是有加热过的，没有加热过的都涂色，试试看。水太多。水性漆的特点是不要一次全上完，要等它大概干一下。好，接下来就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测试咯。Hello， 大家好。那我大概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先让它比较干了之后，我们现在来做下一个测试，就是说它到底漆会不会被粘起来。先消基漆的好了，好像没有嘞。好，有上底漆的。这是有吗？好像有一点点哦。哇，这个有。那就怪了。那看来我用的底漆不是很适合这一种软性的。好，接下来是水性涂料。水性涂料也是有。好，这个是加热过的。那看来适性最佳的是消基漆啊。消基漆的话，完全不用上底漆，这样直接上色，它反而是附着力非常强，完全没有被粘起来。当然，也可能是我干燥时间不够长啦。
因为我只是大概让它干燥一下，就直接把它测试了。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测试，上色后再加热。看发生什么事情？翻起来，你看。不够强。哈哈，上色后再加热还蛮好玩的。好像还蛮有风格的感觉。好，所以上色部分，我觉得它可能比较适用削基机直接上色吧。也不用上底漆啊，直接上色应该就可以了。那当然了，我这个颜色的测试哈，不一定代表正确的结果，因为我刚才让它干燥的时间并不是很长。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个小结。我结论的部分呢，我是觉得我应该把猎鹰这支料可能要去注意的一些事项放在这里。那其实我觉得这支料有点像软料啦，那其实软料的注意事项就是这几个。首先呢，你支撑要粗，然后呢，如果说你要印薄件的话，你速度要放慢。那如果说你抓不稳的话，你底层的曝光时间需要增加。当然了，这支料，我只有测过这支料，那我知道还有更软的。所以你可能如果说你要再印更软，你可能要自行尝试。那不过重点就是这几个。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像这个哈，支撑的话呢，其实如果说你去使用那些切片软体的话呢，你支撑呢不要选细的，你要选最粗的。它有粗中细嘛，那你就选粗了就对了。那接点的部分也不要太细。然后另外是说，如果说你要印的时候，你尽量让它每一个平面，就是每一个面，如果说你要印薄的话，每一个面上面都要有支撑，就是说让它维持每一个面上面不会震动，不会抖动。最好每一个面上面都要有支撑。这是一个重点。好，接下来就是我的参数的部分。那这是我的参数是在这边，我把它分成是贴底印跟有设定支撑的。那贴底印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是要印贴底的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猎鹰的时候天气是比较冷的，所以最后呢，我的底层曝光时间拉到50，那最后才抓得住。那抬升速度就是说，如果说你希望它不要震动太厉害，你可以把抬升速度下降。你贴底的话，如果说你印的物件不大，其实不会增加太多时间啦，所以你可以把它调降，没有关系。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那这个印出来的结果，我刚才有秀给各位看过了，其实就是这样的参数而已。
好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印比较细的东西，因为像它官方它给的参数曝光时间是8到10秒。如果说你上面你的物件是比较细的部分，那你可能就是曝光时间就是把它拉到10秒。因为像我印那个猫头鹰啊，它后面它很细的部分，结果是失败的，那就是因为我当时设定8秒的原因。那设定10秒之后就没有问题了。好啊，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是支撑的部分。如果说你是有设定支撑的话呢，那你就是要把这底层曝光时间拉到，我先前是设定到60啦。设定到60秒，因为如果说你有底下有设支撑的话，你希望让它更稳固的话，那你就是最好把它设到60秒。这是我的经验啦。各位，如果说各位印出来，就是说印不出来或什么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可以参考我的试试看。再来是2段数的部分，因为我没有测到这个。我想说它既然是软料，那我就让它1段数就好了。然后另外是你也不一定要使用这个软体，你可以使用其他的切片软体，都可以去做测试。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